好，我是 Mina， 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谈一个轻松谈投资房的话题。那我们在选择投资房的时候，要遵循2345的原则，也就是远2近3，避4选5。在这里 ，Mina 的选房公式送给大家。那么很多朋友呢，在美国会选择购买投资房，要么呢进行短期的翻修 house flip， 以获得利润。或者是呢进行长期出租而创造一座 income property。不过呢，在挑选投资房的时候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类房源不太好找，往往因为不好入手呢而有压力去挑房。那么今天呢，Mina 给大家讲一讲简单的公式2345，来帮助大家挑选好的投资房源。只要大家遵循这个公式，就可以轻松挑到好的投资房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讲一下公式远2近3系列。远2近3系列第一个系列呢，我们先选房子的地区。远2呢，我们要远离学区不好的，还有治安不好的。那么近3呢，我们要进生活超市，要进商圈广场，还有要进附近交通便利。这样呢，大家选房的时候可以打开地图去看一下周遭，从而达到选取好的近3的房源。选完了地区的远2近3呢，接下来我们看选房的远2近3。在选房子上呢，我们的远2要远离采光不好的，还有风水冲煞的房子。那么在近3系列呢，首先呢，我们要选择近公园的房子，其次呢，我们要选择安静的社区。再次呢，我们要看附近的房价，要选相对贵一点、有钱一点的邻居。那我们为什么要选附近房价和邻居呢？大家将来在考虑卖房的时候，通常房屋会有评估的这一系列。通常来说呢，评估房屋的房价，它会根据您临近的房屋的价格、您所处街道的房屋的价格来对您的房子进行估价。所以这样来说呢，如果我们的附近的房子房价都相对高一些的话，我们的房价也不会太低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挑选房价比较贵的邻居啦。好，讲回到公式远2近3，对于环境上的远2近3，首先呢，我们要远离高压电，其次呢，我们要远离排洪沟。那么环境上的近山呢，就比较简单啦，近海、近山、近绿雾。大家想想，海啊、山啊，还有绿雾啊，都会使人心旷神怡。相对来说呢，这一区的景色也会非常好，所以在这一块选房呢，就要挑选附近有好的景色的房子啦。好，讲完了远2近3系列呢，我们现在开始讲一下避4选5。我们避4都有什么？首先，我们要避开古董文艺房。这类房屋呢，往往政府会对房屋的文物参考价值有所保护。在你想要改修的时候，政府往往偏向于会想让您恢复房子本来的文物参考价值，但是这样呢，花费过高，不建议投资。那其次呢，我们要避开罪案房。这种罪案房呢，往往警察会常常的去附近巡逻，从而呢会造使您在装修啊或者是翻新过程的不方便。还有呢，就是罪案房的话，将来您在转售或出租的时候，可能也会有小小的不便哦。第三呢，我们要避开非法改建房。这种非法改建房往往会需要 City 的 permit， 它没有去申请 permit， 所以您在做装修、出租或者是将来转让的时候，都会遇到不必要的麻烦。最后呢，也就是第4点，我们要避开官司和纠纷房。官司和纠纷房呢，这类房屋往往在银行审批贷款的时候不会给予通过，也就是说，将来您在考虑出手这一类房屋的话，因为有官司和纠纷在上面，房产无法正当的过户，并且您在购买房屋的时候也可能遇到困难，所以我们还是避开它比较简单。好，讲完了避4，现在我们来讲一下选5。选5都要选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选银行屋；第二个，我们要选择法拍屋；第三个，我们要选择短售屋；第四个，我们要选择 fixer 屋，也就是好的翻修的房屋；第5个，我们要选择未上市的好房源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今天 Mina 要分享的投资房选房小公式，远2近3，避4选5，你记住了吗？那么我们最近有帮很多客户去选择 fixer 房屋来炒房赚钱，获得盈利。那在这过程中呢，他们有咨询过我很多这一类相关的问题，所以今天呢做这一期视频，希望这个简单的小公式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答，让大家在选择投资房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方向。最后呢，Mina 给大家提取一些小小的建议。首先呢，就是买房就像谈恋爱，第一次总会是比较难的，货比三家挑3拣4，慢慢有经验就好了。第二个呢，在买房选择和对方经纪还有第三方合作的时候，理论上就像对家人和朋友一样，能迁就则迁就，在自己利益不受亏损的情况下，迁就于别人而无损于自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还有呢，就是挑新房就像选时装一样，要时尚实用并且有气质。但是在挑选投资房呢，就像炒股票一样，要低入高抛并且有潜力。最后呢，Mina 建议大家买房时多参观房子所在的社区，要记住标配的新房呢是千篇一律，有趣的样板房呢就是百里挑一啦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给我点个赞哦。我是 Mina， 一个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，就请赶快订阅我啦。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